出马仙有个不能坏的规矩，天黑之后不算命。可这个杀人犯偏偏不信邪，竟深夜上门，妄图逆天改命。帮我破一下。男人凭着手里有枪，强行让对方为他增寿。可出马仙仅凭一个眼神，就将他吓到魂飞魄散。一个年轻的导演带着2个不知名的演员，拍了一部15分钟的短片，竟在国外获奖无数，在国内却无人问津。而这部短片究竟有何魔力，能让老外看后直呼过瘾？只因他讲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，用科学无法解释，却又真真切切存在的东西。今天带你走进这部无限反转的悬疑佳作《暴雪南风》。相信你在看到结局后，就算身处炎炎烈日，也会冷汗直流。故事发生在东北的偏远山村，在暴风雪肆虐后，天地显得格外安静。一个男人突然出现，敲响了出马仙的家门。出马仙人称陆仪，擅长窥探因果，逆天改命。此时他正在纳鞋店，桌子上有一杯冷水，收音机里播报着寒流侵袭的新闻。听到敲门声，陆仪将收音机关上，放下鞋店，若有所思。男人则十分执着，不停拍打着房门。谁呀？是陆一家吧？这么晚了不看事儿？你给我看一下吧，我来一趟挺不容易的，行吗，陆一？陆仪似乎知道对方的来意，他本打算拒绝，却拗不过男人的坚持，于是便打开了房门。画面一转，是一间佛堂，整体色调为红色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红色有2种寓意，一种是代表喜庆与温暖，另一种则是代表危险。佛堂里供奉着几尊佛像，佛祖立于中间，十分肃穆，又有种可以依赖的安全感。陆仪在神龛前敬香，墙上的挂钟停止摇摆，时间定格在4点55分。随后他要跪在佛像前，闭上双目，请神入定。男人则掏出一张钞票，虔诚地放到神龛上，这种叫做压香钱，是业内不成文的规矩。钱不在于多少，在于访客的心诚。不久后，陆仪缓缓睁开双眼，似乎已窥得部分天机，便开口问道：报一下生日时辰。85年12月7号，阴历。阴历10月26。属牛的呀？你几点生的？大概5、6点。同一天生的不是一个时辰，那命都不一样。这玩意可不能瞎说。早上5点半左右吧。卯时啊。在得到对方的生辰八字后，他已明白对方的来意，却没有直接道破。你想问点啥呀？问问孩子。你家孩子是个姑娘，今年多大了？12。挺文静个孩子，梳2个小辫儿。孩子长大以后啊，工作应该在南方。南方？南方哪儿呢？孩子也太小了，这么远的事儿不好说。那我要去南方，你看行吗？你去干啥呀？打工呗。想啥时候走？今天晚上就想走。男人没有反驳，反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证明陆仪的推演都是对的。而他之所以这样问，是想知道自己的逃亡之路是否顺利，却又不好明说，只好隐晦的试探。在经过一番推演后，陆仪得出结论：卦象上看还真不好走。为啥？我看有2个挡道的。你呀，应该有个关口。男人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，因为陆仪的话再次戳中他的心里。看来自己的秘密在这位神婆面前是藏不住的。一个是你亲近的人，另一个嘛，还挺强势，一直压着你。可就在这时，2节香灰同时断落。看过英书的都知道，2短1长是不祥的征兆。这2个人啊，还在吗？窗外传来鞭炮声，但仔细听又像是枪声。男人眼神闪烁，面部微微颤动，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我在。你到底想问我点啥呢？沉思片刻后，他决定不再隐瞒。我还有多少时间陪着我女儿？1分钟，1年，都有可能。男人似乎听懂了陆仪的暗示，这里的1分钟和1年究竟有何寓意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只有1年了吗？我不好说。你把事儿都做绝了。是他们把事儿做绝了，我堵着他们2次，在床上。免不了了。
他们罪不至死。还用枪指着我的头？欠的债都得还。我帮不了你。他似乎已猜到结局，又不甘放弃，便决定再试一下。我欠的债我还，就是女儿太小了，实在放心不下。求求你帮帮我。从男人口中可以得知，对方很强势，还随身带着枪，很可能是个警察。与男人的妻子偷情，被男人发现后反杀。陆毅缓缓转过身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里是个仰拍镜头，面前是观音画像，于是陆毅在善与恶之间的抉择，最终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拿出一张符纸，在男人头上顺时针转了3圈，又逆时针转了3圈。顺时针代表阳转，逆时针则代表阴转，寓意阴阳调和。至于3这个数字，在道教文化中象征天地人三才，意味着法事的构建是完整的，符合天道的。之后再将其点燃后放入水杯，再让男人尽数喝下，至此法事已成。我保你还有9年时间，会有机会再和你女儿见面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男人如同惊弓之鸟，下意识就要掏枪，却被陆仪拦下。仅凭一个眼神，他已完成逆天改命。这时镜头前移，推向墙上的时钟恢复摇摆，时间依旧是4点55分。敲门声还在响，陆毅坐在床上，收音机恢复了声音，水杯冒出腾腾热气。他关上收音机，刚准备放下鞋垫，却不小心被扎破了手。他转头望向佛堂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观音两侧有一副对联：结成自个转凡心，念佛方能消宿业。凡心指的是平常的妄心，充满贪嗔痴。为何要结成？因为修行不是表面功夫，要有至诚恭敬的心，方能消除人生的业障，抵达灵魂的彼岸。这2句话不仅是在暗示观众，也是菩萨给陆仪的提示。佛本慈悲，可在恶因与善性面前，又该如何选择？敲门声还在响起，正是那个男人。时钟没有停摆，水杯冒着热气。陆仪在屋里坐定，似乎已有所抉择。在敲门无果后，男人转身离去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几束烟花在天边炸开，周围传来急促的犬吠声，象征着危险与诡谲，还有那不可预测的未来。那天雪花飘零，与远方的城市交相辉映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男人该何去何从？至此全片结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陆仪到底救没救他？所谓的1分钟和1年以及9年到底是何寓意呢？要想解答这些问题，就要去了解陆仪的背景。她虽是当地有名的神婆，却为人和善，有着幸福的家庭。得知男人的遭遇后，她动了怜悯之心。或许在时间静止的那一刻，她已推演出一切因果。如果选择开门，在法事完成后，警察就会立刻上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男人只有2种结局，一种是被当场打死，对应了之前的1分钟；另一种是被抓捕，案子完结后执行死刑，对应了之前的1年。至于9年时间，则对应着不开门。在一片黑暗中，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不开门看似是拒绝，实则是逆天改命的本质。菩萨的旨意是消除贪嗔痴，破解凡人之心，但陆仪终究是人，在人性的光辉下，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是导演周天宇的一部短片，虽然只有15分钟，却充满了人生的哲理。所谓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顿其一，取舍之间必有得失，得失之间便是人生。在所谓的命运和环境面前，我们究竟是顺从者、反抗者，还是共同书写者？当面临重大抉择时，驱使你做出决定的是内心的善，对现实的妥协，还是某种无法言明的灰色动机呢？透过电影看本质，因为热爱所以坚持。我是老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